马上冬天了，俺家这大胖媳妇永远是短袖大裤衩，然后加个棉坎肩。你不知道她是冷还是热，这个穿搭到底是什么原因？昨天我正经问她一下，她说胳膊上、腿上都是普通的肉，肉可以动，皮可以动，内脏不能动。我说为啥？她说这不很简单吗？你看你买猪肉的时候，冷冻的猪腿肉、猪屁股都可以买，冷冻的皮也可以买，皮冻还好吃呢。但是猪心、猪肝、猪大肠得买新鲜的，冷冻的不好吃。为什么？因为内脏不适合冷冻，不适合冷冻。我说哎呀，你可太自律了，你人生的唯一意义就是出栏那天炖一锅豆角，炖一锅豆角。说起这坎肩吧，他还有故事呢。就是当年我回国工作了，他一个人带女儿在国外的时候，他在一个运动品牌打过工，然后这个品牌呢就给每一个员工发了一个坎肩，就起到这个宣传的作用。然后后来有一天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现在赚的吧比你多，要不然这活咱不干了，就好好带孩子得了。结果第二天上班，他跟疯了似的，逮谁跟谁说，我媳妇在中国挣钱了，我再也不用搁这卖马甲了。然后这不就辞职了吗？辞职那天，他同事瞒着他，给他设计了一个惊喜道别 party， 哎呀，就给他唱歌道别，就场面整的可煽情了。老板还跟他说，我们永远欢迎你回来。他跟老板说，我刚才说话你可能没听着，我媳妇在中国挣钱了，你要是我，你回来呀。结果一顿炫耀，离职回家，回家发现把人公司发马甲穿回来，领导还给打电话问他，你媳妇不在中国挣钱了吗？你咋还顺公司公务呢？结果你说头一天高调道别，第二天还得回去给人还马甲，但是后来马甲又寄回来给他了，因为这个马甲的下半部分已经被他撑变形了，新来的员工穿上这工装，肚子漏风都拉稀。然后我老公这马甲他穿了很多年呢，4月在成都穿，10月在铁岭也穿。有时候你就在想哈，他是真不冷吗？他说他真不冷，但是你要说他真不冷呢，天天冻得大鼻涕拉碴的，还得兜里揣着亲肤原木金装，特别细腻，即使他鼻炎犯了，鼻子红了，他的亲肤触感也不疼，不刺激，贼软还贼强韧，湿水都不容易破，也不容易掉脂屑。不光冷热部分，他对时尚的品味也很难评。去商场什么欧美版日韩风，什么流行的他都觉得土，就喜欢那花边和大钻。因为他跟我说，他小的时候在义乌走向国际之前，加拿大这种带手工的衣服老贵了，你们看到的他穿的衣服都是被我管束之后的。我要是让他随便按照他喜欢的风格穿衣服，这么说吧，都得离。昨天我跟他说，我说你也捯饬捯饬，往年轻了打扮。你如果嫌热，你可以尝试一下什么假领子、屁帘这种东西，这样你不真叠穿，但能穿出叠穿的效果，显年轻。屁帘留个边啊！结果晚上我去幼儿园接张大铁，看着他了。哎，宝贝，你干啥呢？我让你留个边儿。露边了。最后我终于解释明白了，留个边儿是留下边儿，不是留上边儿。这回穿对了，潮人去上班去了。但是他的身材吧太特殊了，这个屁帘卡在肚子中下部，他很难受。一天下来不知道咋整的，就秃噜上边去。回家的时候跟我说，这啥玩意儿啊？这是我上这一天班，没有人看出来我衣服叠穿，都说我衣服穿帮。哎，你爸穿这是不是有点磕碜？干啥都可劲，吓我了呢！哎，我家出了点事儿，大事儿！张拿铁的户口本被他奶整丢了，我现在得全网呼唤一下，希望广大热心网友谁看着了跟我说，因为现在孩子有点受刺激。众所周知，张拿铁以前是个黑户，1个月前刚拿到了铁岭户口，从此在短视频领域兴风作浪，目中无人。齐飞，我要喝可乐。菜菜，我要喝可乐。带鞋子，我要喝可乐。我要喝可。挺猖獗这么个人，但是他奶心太大了，太喜欢跟人唠嗑。在机场有人夸他一句年轻，跟人聊开心了，把装张拿铁东西的一个小塑料袋给整丢了。可怜张拿铁来到这个世界2年，混到1个户口，才炫耀3周，见到他奶几天没了。完事张拿铁吧，他本来就跟他奶还不亲呢，咱说语言上啊、饮食上啊、三观格局上啊，方方面面还存在着很大的壁垒。比如在熊猫基地看大熊猫那天，早上拿铁起来晚了没洗澡，温迪呢一天得洗2次澡，洗澡强迫症，就一直着急这事儿。结果在熊猫基地的公共厕所发现洗手间里有个水管子，直接拿起来给拿铁浇了个凉水澡，给张拿铁气坏了。这2岁老头人是喜欢热水泡脚的人，不喜寒凉，但他奶就是不听，本来就有矛盾，你说这一整不就完了吗？所以我都没敢告诉拿铁，我真怕张拿铁要劲儿上来跟他奶绝交，我就骗拿铁，我说放心吧，肯定给你找着。然后我就告诉温迪，我说你赶紧想点什么招贿赂他一下，你买点好吃的，小孩好骗。温迪说那好吧，我去给孙子买点啥道个歉。然后我们这不就去了吗？他奶去的路上还跟我说要给孙子负荆请罪呢。到了山姆全忘了，这是吃那是吃，各网点试吃一遍，看着有牛排直勾就过去，跟我说你看这小纹路，看着就好吃，咱俩你2片我2片行不行？然后开始在琳琅满目的月饼世界里沉醉。张拿铁以为他奶是给自己买月饼，我当时就觉得我儿子还是单纯。虽然牛排上他占了我点便宜，回家还是吃亏了。他以为他买的那个百年古树好普洱茶是个月饼，直接给掰了，边掰边捣鼓。我这月饼有点素，怎么还有点干巴呢？大胖姐说，我就爱吃干巴月饼，都给我吧。本来这去趟山姆矛盾都快化解了，结果温迪自己找事儿。拿铁和早达都以为奶奶都说了给他们买月饼，那肯定是1人1盒，没想到奶奶的意思是1人1块。张拿铁偷吃，他奶不让，说那是他买的，只能1人1块。大胖媳妇不乐意，就开始挑事儿了，跟张拿铁说，你的户口本丢了，你是不是忘了？
你是不是忘本了？我告诉你，是你奶丢的。翟小达也跟着补刀。他是不是伤害了你？拿铁痛苦的记忆被激活了，拿铁想起来了，他户籍铁岭，他民族汉族，他不能忘记他的身份象征户口本，他不能忘本，但是他找不到他的本了。铁哥现在整个人感觉那股劲儿都没了，都不硬气了。张拿铁去厨房想再要一块月饼，他们一顿回答，他啥也没听懂。以前的铁哥会问这是什么声音，啥玩意儿啊？现在的他从人群中走远，来到了我身边，说这是谁的家？这是谁的家？最后还是姐姐翟小达非常暖心，把姥爷的户口借过来给拿铁看。张拿铁，奶汉服，户籍铁岭62户。拿铁暂时开心。都说中秋节谁是你最想见的人？那个曾经有户口有骄傲的拿铁是我们最想见的人。所以我现在全网呼吁啊，就谁捡着俺家张拿铁户口，你全家就是5年的月饼俺家都包了，或者你谈啥条件都可以，看谁找着俺家拿铁户口了。混血孩子到底咋上国籍？这事儿老有人问我，今天跟你们唠一下。父母不一样国籍的孩子，在18岁之前可以暂领父母双边的国籍，等18岁成人的时候再做出选择。你选择了这边，另一边就立马作废。所以理论上是两边都行，但实际上我家张拿铁呢，却一个都没有，当了2年黑户。因为啥呢？孩子出生在中国不得上户口吗？我也不知道当时谁跟我说的，说上户口需要父母双方都在。而孩子出生时候呢，我老公身在加拿大回不来，中国这儿的户口就没办。但是身在加拿大的大胖媳妇呢，是个急性的，拿着他儿子的照片就去了加拿大落户的相关部门，到那跟人说我呀有个儿子，你呢给他上个身份。人家说你儿子呢？他说在中国呢。人说那啥时候离开的加拿大呢？他说他也没来过呀，没来过呀。人说那怎么证明照片上的孩子是你儿子呢？大胖媳妇又拿出一张照片，你看照片上这人，他是我媳妇儿，她当时走的时候是怀着孕走的，现在生出来的这个呢，应该就是当时怀的那个，就是当时怀的那个。人家以为这人有病呢，就没给办。所以到今天之前的张拿铁呢，既没中国身份，也没加拿大身份。但是现在他爸回来了，我得给他上户口，我得先去给他补办这个出生证明。我到了医院，我说你调一下这个张拿铁的资料档案，人医院一查说查无此人。咋回事呢？拿铁2年前出生的时候吧，因为他出生的比预产期早太多了，我没准备好，生出来医生就说你孩子叫啥？我得赶紧录入系统。我说要不然医生您就随便写个代号吧先。医生就写了，但是我也不知道他写的代号是啥，所以系统也找不着。最后我跟人医生说的，他出生的几时几分，病房号是啥，费尽周折在医院档案里找到了这个人，代号张彩玲之子，张彩玲之子，还有个备注，生母说先随便写个代号。然后当时还有10分钟就下班了，工作人员就说你赶紧的，你要开着出生证明，出生证明上的名就是户口名。我一着急，我说改，叫拿铁。工作人员说啥拿铁呀？我说张拿铁。啪！然后今天我拿着孩子的出生证明，孩子他爸，还有哄张拿铁的妙可蓝多奶酪棒，顶着30几度的烈日，前往了铁岭市红旗街道的户籍科。俺家大胖媳妇那真是容光焕发，就行使父亲的责任，丈夫的义务，自认为自己非常重要。结果到那儿发现根本不需要他，人工作人员喊了一声结婚证，他噌家一下站起来就过去了。人家说拿回去，拿回去。闹半天不用他来，积极准备全都白费。办户口的全过程就用他2件事：一，拿铁水洒了，他拿着公安系统的拖布给人拖了一遍地；二，等的时候又热又饿，大胖媳妇打开他隔热的恒温袋，里边是一把给户主冻的奶酪棒子。俺一家就开始边等边吃。真的，爸爸妈妈们，这妙可蓝多奶酪棒，冷冻过之后，它凉但不拔牙，它奶但奶的恰到好处，这一冻简直是冰淇淋的口感。办户口吃了半斤，我还得再囤点。办完，大胖媳妇抱着儿子回到了家，非常开心，说儿子终于有身份了，假期的时候可以带着他回到他的祖籍加拿大游玩一下。我说你等一下，你细品啊，张拿铁现在民族汉族，籍贯铁岭，现在所有的身份方方面面的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有什么关系？所以这个汉族男子张拿铁啊，他不光不会说英语，他还没有加拿大身份，他不光没出过国，他还出不了国。回到我奶家，老太太挺愁，问我那挺好的孩子真叫咖啡呀？我怕老太太上火，我说不是，叫那个张举纲。我奶说那还行，我寻思你们2口疯了呢。大胖媳妇很困惑，自己查词典说举纲和拿铁不是一个意思，都是实体金属。那你把拿铁改成举纲，那不白举纲，那不白举纲。举杯，我要做可乐，干杯。